嗨，大家好，我是在阿联酋经营自己房地产管理公司的米埃拉。我希望在我的频道跟你一起学习如何透过世界的力量变有钱，然后呢，能够很好的分散自己人生的风险，迈向更自由、更富有的人生。在上一支的影片呢，我讲到我们现在在这个景气18年循环的土地融景期，即将要进入到狂热期的阶段。所以在今天这支影片呢，我就会来跟你说，作者是如何要我们在土地狂热期的时候做好我们自己的资产管理，以及如何准备最重要的那个转折点，就是从狂热期翻转到危机期的那个阶段。这件事情非常关键，因为作者说我们财富的累积很大一部分就是取决在于我们能不能够认知到我们现在所处的位阶，以及在每一个位阶的时候如何操作，因为做错了可能我们就会被套牢很久很久。除此之外呢，作者还在书中讲到另外一个影响我们世界政治经济局势的超级大魔王，影响的层面真的是非常深远，上至国家下至我们的荷包都会被影响，所以非常重要，一定要看到最后。 Alright, let's get started。那在繁荣期进入到最后2年的时候呢，就会进入到所谓的狂热期的阶段，因为这种这个时代不一样的信念越来越强，它就会不断的刺激大家一直去投资，那投资杠杆就越开越高，大家就会想要找到更好的投资机会。那其实这个时候呢，一定有很多人会担心说泡沫可能要来。可是作者说，其实可能到它真正崩盘，大概也还是要2年左右的时间就是刚好到这个最高峰的时候。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最可怕的情况就是，就连最理性的投资人呢，可能都会受不了而进场，因为会觉得这样子的高价好像已经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如果你现在不买的话，接下来一定会更贵，这种 FOMO 的情绪就会出现。其实在狂热期最应该要做的就是保持理性，保持冷静，在这个阶段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像假设你要买房地产，就算你今天真的是抢到了你心仪的房地产，终于落入我的手中，可是作者说其实是福是祸你都不见得能够确定，因为你买在了非常高的高点。那是什么样的事件会导致整个市场进入到狂热期的这个现象呢？其实追根究底就是市场的资金增加嘛，因为市场上流动的资金增加，就会进一步推升房地产跟土地的价格。因为就像作者一刚开始说的，其实土地是一个非常吸引投资人的一项产品，所以当市场的资金变多的时候，其实很多的钱都会流入到土地房地产的投资，那就会进一步推升它的价格。而且呢，在这个阶段呢，银行也会对土地跟房地产进行更大幅度的贷款，因为这个东西会让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是很漂亮的。但是呢，你想想看，如果银行的钱就那么多，而今天他把大部分的钱都拿去借贷给房地产或土地买卖的话，那他能够借给其他企业作为生产所需要的资金来源就会减少，对吧？可是呢，企业他们借贷的钱才是真的能够从事生产活动，让景气继续成长的关键因素嘛。因为你看，你买房地产，你就是放在那个地方，你也不会有什么生产行为从这个房地产产生嘛，对吧？所以呢，假设流入到能够从事生产行为的钱变少了的话，对于景气是一个很大的危机的讯号。当景气进入到狂热期，甚至是到最高峰的时候，其实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房子好像越盖越多，大大小小的建商都想要盖房，无论是精华地段、蛋白区，或者是蛋白区的蛋壳区，怎么都有这么多的房子在盖。那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大的讯号，代表说我们景气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恐怕是杠杆开的有点高的时候。因为你想想看，对于建商而言，买土地是最大的成本嘛，那当土地的价格一直节节上升的时候，那建商只能够往越来越便宜的区域去盖房子。可是在便宜的区域真的有住房的需求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号。而这个问号呢，可能最后就会造成了整个景气崩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假设建商他们高估了
他们能够从这个建案获得的收益的时候，其实对于整个景气就埋下了一个很严重的伏笔。最后一个指标很有趣哦，那就是在这种高峰的时候，会有非常多的新闻是关于说要盖什么世界之最、世界最大的什么，像是全球最大、全球最高、全球最长、全球最深的什么东西。他说这一种的案子呢，特别容易在狂热期的时候看到。如果呢刚好这个时候又有宽松的资金，哇，那真的就是一拍即合啊。作者说，像是纽约的帝国大厦就是在1929年宣布，还有芝加哥希尔斯大厦是在1970年宣布，法兰克福会展是在1988年时候宣布，还有就是我最熟悉的哈利法塔 Burj Khalifa， 那是在2004年的时候宣布的。这些呢都是景气循环的繁荣阶段最后几年的狂热期的时候宣布的。不过通常呢这些楼刚盖好的时候马上面临的就是危机期，所以各自都经历了一段很长很艰难的时间，就是刚盖好就变成蚊子馆的那个阶段。下图呢就是作者在书中放的关于1890年到2009年纽约摩天大楼的数量我觉得我已经录到眼睛有点脱窗了除此之外呢，作者在书中还给出2个很明确的指标，能够让我们来看看现在是否已经进入到高峰期了。第一个就是房屋的成交量下降，卖家不愿意降价，而买家不愿意在接价的时候呢，就会导致房屋成交量下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营建类股的股票，因为像刚刚讲的嘛，其实整个繁荣期主要是由土地增值推升的，所以呢当建商已经没有办法去承担高价土地的成本，或者是当他错估了他能够从这个建案获得收益的时候，营建类股的股票一定是最先开始往下降。所以判断高峰期是否到来的最关键的指标之一就是营建类的股票，包括建商啊、土地开发商啊、还有承包商啊，他们的股票是否已经开始反转向下了。那作者给繁荣期的投资建议呢，也很容易明白嘛，那就是获利了结，保持现金水位。假设你有一些资产是你觉得表现的比较不佳，或者是你不想要持续持有的话，现在就是你最后一次能够高价出脱的时机。假设有一些房地产呢，你想要出脱的话，确保你在这个时候脱手。然后再来就是现金为王嘛，保留充足的现金，以预备在下一次危机段到来的时候呢，能够进场大杀四方。再来就是避免借钱投资，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杠杆，不要开太高，因为这就代表说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还有就是增加持有黄金跟白银，因为在危机期的前段的时候，黄金白银的价格都会上升。作者呢特别提到，根据他的判断呢，我们的景气会在2026年的时候走到高峰，接下来呢我们就会进入到4年的经济危机期。而且作者还特别提到，我们这一次的经济危机期可能会比往年的经济危机期来得更加严重，更加动荡。景气18年循环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搅扰我们的因素，这个呢我会在影片的最后再来说明。大家还醒着吗？赶快醒过来，这时候我们要进入到股市崩跌期了。这个时候呢，哇，所有东西都是惨跌啊，股市跌，房地产也跌，哇，所有的东西都是跌不休，非常的恐怖。因为在高峰期的时候，整个系统已经被绷得太紧，杠杆开太高，只要这系统当中有任何一点点的脆弱点，哇，就会引发这种股市狂泻暴跌的现象。经济危机段呢，之所以会这么严重，就是因为这个时候银行会出状况。当经济崩跌、股市崩跌、房市崩跌，借钱给这些人做投资的银行也会连带遭殃啊。而银行一遭殃，他们马上会做什么事情？收紧放贷。太可怕了，我借钱给你，我拿不回来，我怎么可能还会借钱给你呢？而且银行还会面临到一堆呆账，更惨的是很多银行还会倒闭。哇，这时候银行都自顾不暇了，怎么可能还有钱拿出来借给市场？可是呢，只要银行资金一紧缩，
就像刚刚说的，这些公司就拿不到贷款，那很多公司要营运需要靠跟银行借款，就营运不下去，公司纷纷倒闭，整个景气就进入到了一个滚雪球的崩溃阶段。而你想想看，企业一倒闭，失业率是不是就上升？所以可以说是这整个阶段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我对这个阶段是很有感的。我刚好就是在2010年左右的时候，在英国找我第一份工作，好惨哦，一直都记得那个时候英国大概25%的社会新鲜人，就是刚离开学校这一批人是找不到工作的，企业都在裁员，公司开出来的职缺少，你又没有工作经验，真的是那个时候已经不管什么雄心壮志，也不管什么理想梦想，那个时候唯一想的就是我要赶快找到一份工作。而我那个时候花了将近要1年左右的时间才找到一份工作，而且那个工作还真的很诡异，是在一间俄国公司卖铀矿会议，而且还不告诉你说铀矿会议在做什么。我小时候觉得我可能是做学者或者在大公司上班，可是没想到因为一场金融危机导致我被迫走上创业之路好，话题扯远了，让我们继续讲这个经济危机段。在那个经济危机段的当下虽然像我这种小老百姓很多都找不到工作然后薪资被砍可是政府真的是没有办法照顾我们，因为那时候政府唯一关心的就是银行，因为银行一有事，整个景气就有事。你今天要景气能够复苏，银行体系一定要先稳定住，就算要拿小老百姓缴的纳税人的钱去补贴银行，去救银行也在所不惜，因为保住银行，确保资金流通是这一个时间政府最重要的工作。就像前美国联准会主席班伯南克在2008年9月18日星期四所说的，他说我们要是不纾困银行的话，那纾困银行他可能当下没有讲出来，可是他意思就是说纾困银行星期一可能就没有经济了。你可以从他的言论当中听出来，保住银行体系，确保这个市场有资金流动，对于政府而言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工作。除此之外呢，政府也会推出很多刺激房地产的方案，像是减低房屋税或者是房屋交易税之类的。像英国有减低印花税或免印花税，就是希望能够刺激大家再把钱拿出来投资嘛，投资房地产。这个时候投资人要做的呢，就是稳定自己的情绪，不要害怕，不要恐慌，然后等待进场的讯号。也许很多人会想说现在已经跌很多了，现在就是逢低买进的好时候作者说 Oh no， ちょっと待って，请等一下，因为除非你看到正式落底的讯号之前，不然一切都还太早。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政府是否已经稳定住了银行系统。如果政府没有稳定住的话，就不要进场，无论它现在跌得有多低，都不要进场。因为只要银行系统没有稳定住，如果任何一间银行倒闭的话，市场就会进入到全新的崩跌段，而这个平均的跌幅呢是46%，根本就是跌了之后再腰斩，很可怕。所以股市真正落底的时候呢，就是政府已经真正稳定住银行系统的时候，并且你看到所有指标代表说资金已经再度有流通性进入到市场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一个可以开始准备要进场捡便宜的时候咯。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要做的就是要有耐心，要建立自己的现金水位，然后开始为投资房地产做准备，找你喜欢的物件，找适合的物件，找好的投资物件，这些都需要一段时间。而在这个危机期，其实就是你做功课最好的时候。而且在这个时候，假如你有持有一些黄金或者是债券，都很不错，它能够帮助你在危机期的时候降低你的资产的波动度。不过作者也有说了，在危机期的后半段的时候呢，那你就要考虑要不要出脱这些资产，因为你需要建立自己的现金部位嘛，才能够再次的进场。所以在危机期的后半段，也许可以考虑卖黄金或者卖你的债券部位。这个时候也要注意房地产，像是住房市场是不是有一些区域已经开始涨了。他说虽然是危机段，
可是因为房客他们会要找工作，找工作就会有人的流动，人的流动就会刺激住房需求，所以他说其实在危机段的时候，有一些优质的住宅它反而租金是会涨的，就是你需要留意到这一个现象，开始物色好的投资物件。作者说只要你能够把握危机期，做好功课，然后去找到好的投资物件的话，那将来你能够期待的牛市期资产涨幅的期间可能会达到20年。记得我之前有卖一个关子，说作者有讲我们这一次的危机段可能会比以往更加动荡的原因是除了危机阶段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的搅扰吗？没错，我现在就要揭晓，这个搅扰的因素其实是另外一个周期，作者叫它长周期。这个长周期呢，其实不是作者发现的，发现它的是苏联时期的一个经济学家，叫做康德拉季耶夫。他发现在资本主义市场当中呢，仿佛有某一种规律会让整个商品的价格循着一种规律上下波动。通常呢，这个规律会上涨25到30年，然后再下降25到30年，总共加起来就是50年到60年左右的时间。那长循环呢，通常也是由一些会让人家觉得这世界似乎要不一样的东西开始推动的。某一些科技好像会彻底颠覆人类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甚至是产业结构、商品的生产方式等等。那第一次长循环呢，就是18世纪的工业革命，因为工业革命造就了工厂的整个生产的系统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被改变。这一个长循环呢，在1815年左右达到了高峰。那之后呢，我们又陆续经历了3次的长循环。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点是由手机、网际网路所推动起来的长循环，也就是第5次的长循环。那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刚好是这个25年上升周期的尾部。作者预计在2027年达到最高峰。现在让我们思考一下，身处在这个长循环的最高峰代表什么样的意思呢？康德拉季耶夫他的确发现在这个长循环的上升阶段呢，全球的经济关系都会变得更宽阔、更多元。然后因为有很多国家他们在生产产品，他们就需要开发新的市场嘛，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会越来越多的新的经济体加入这整个市场。中国呢，刚好就是在这第5波，就是我们现在这一波长循环的出生段，开始加入这整个世界的市场。像它就是在这第5波长循环的出生段加入了WTO 世界经济贸易组织，还有像是印度的资讯科技产业啊，拉丁美洲还有许多撒哈拉沙漠以南这些非洲地方他们的农业啊、矿业啊，也都是在这个时候陆续被开采，然后加入这整个世界经济的体系。但是上升阶段不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在上升阶段我们很容易看到，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为了竞争资源而关系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剑拔弩张。这特别是在整个上升阶段要进入到末期的时候，国与国之间对于资源的竞争会越来越剧烈，那也就是我们在未来几年会看到的现象。那通常呢，富有资源的国家就会沦为战场，或是沦为这种冲突的爆点。像1910年左右，英德两国之间在欧洲不断剑拔弩张，最后导致了第1次世界大战。那1970年呢，也是长循环的后半段，刚好也就是美苏两国冷战的最高峰。也就是说，当我们越接近这长循环的顶点的时候，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就会越来越剧烈。而我们这一次长循环的这个要面临到高峰的这个时间段，像作者说2027年刚好也是我们18年景气循环的最高点，所以可以想见这2个影响世界极度强大的因素刚好都在2026、2027这个阶段进入到了它的翻转折处。你可以想见那个时候会有多动荡。作者呢，直接就把我们现在所身处的这个2020年代呢称为咆哮的20年代，因为实在是可以预期非常多的动荡。
我们就是如此的幸运啊。而其中呢，以美国还有中国为首的2个国家，他们之间的对抗会越来越强烈，甚至会爆发很多的冲突点。作者特别指出，就是南海还有中国的一带一路经过的区域，甚至还有非洲很多自然资源很丰富的地方。因为我倒是觉得蛮有趣的，他居然没有提到台湾那我们是苦中作乐嘛。那作者说，除了抢夺资源之外，还有抢夺市场啊。除了抢夺实际资源之外啊，可能北极啊、外太空啊，这些全部都会是被抢夺的重点之一哦。而且作者说呢，假设这个上升周期的尾端特别刚好又遇到了经济危机期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见，其实很多国家的经济情况也许不会是那么好。这个时候，非常多的政治领导人靠着透过在海外打仗的这个手段呢，转开人民对自己国内政治或者是经济环境不满的注意力。所以其实竞争它好的层面是说可以带来科技的进步，可是只要有任何一个冲突产生，或是任何一个擦枪走火，其实对于整个世界经济的影响层面都会是非常大的。而且作者还说，假如有大规模冲突产生，或者是有冲突产生的话，可能会导致很多的资金被迫转移到军事产业或者是军事支出，那反而会对经济造成另外一个层面很严重的影响。无论不管怎么样了，追根究底，就是2020年代，就是我们接下去要面临到的这几年呢，将会是非常动荡的时候。作者特别提醒我们的，就是要留意地缘政治的风险，以及要仔细的观察政治领导人到底在做什么。投资人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因为我们会遇到的波动将会是史无前例的巨大。无论你做什么样的投资，都要确保你自己有办法承受在这过程当中所造成的损失，然后也要能够确保自己能够好好的活下去。而当我们就算度过了经济危机期，走到复苏期的时候呢，因为刚好长循环已经走到了下行阶段，就是我们从2027年转折，也就是说我们在未来10年、20年、25年左右的景气循环周期，就算我们今天进入到复苏期、繁荣期，可能那个时间也都会比以往再来更短一些，或者是力道没有那么强，那相对的可能衰退期也会比较久一点。不过这本书里面作者没有讲到，就是不知道景气循环这件事情会不会随着科技的改变而缩短它的周期，或者是影响它力道的强度。例如说像我们最近就可以看到，虽然美股它从2022年的时候就开始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嘛，就是 S&P 不断创新高，可是反观应该也在这18年景气循环波动当中的欧洲股市却显得很疲弱不振哦。所以不知道以作者的看法是要如何解释，在现今这一个资金流动速度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快速的时代，各个地方的景气会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联动。另外还有最后一点我要提醒的就是，尤其是投资房地产每一个区域每一个地方影响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因素，除了18年景气循环之外呢，一定还有其他的条件。例如说像阿布达比啊、杜拜，虽然现在看起来是刚好是遇到了这个繁荣段，所以土地啊、房子啊价格都节节上升，可是在2015年的时候，照理来说那个时候应该是复苏期，房价应该也是一直要往上，可是刚好在2015年的时候， OPEC 就是这些石油国家所组成的组织刚好跟美国杠上了，美国那个时候就发明了新的页岩油开采技术嘛，那就影响到了这些 OPEC 国家的市场占有率，于是 OPEC 就开始跟美国进行了销价竞争，要抢夺石油的市场。那你销价竞争的结果呢，就导致自己的房地产价格崩跌，因为他销的那个价格已经让政府入不敷出了嘛，导致很多石油公司啊就开始砍员工、砍福利、砍住房补贴这些的，那房价当然就没有支撑嘛，那房价就一直不断的下跌，从2015年开始下跌以来，到2020年甚至2021年房市才正式打底哦。
然后才向上翻转。那这个过程呢，有些地方的房子甚至是被砍半的，无论是租金呢还是房价。所以这就跟作者所说的处在复苏期的阶段感觉不太一致。这也是因为房地产本身呢，除了这个大的18年周期循环之外，还会有一些区域性的因素来影响房市的波动。那下一支影片呢，我会来讲一个跟这种规律循环完全不同视角的书，一定也很精彩。拜。